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道教的发展和那些特别厉害的重要人物。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，从东汉末年开始，一直发展到现在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好多关键人物，他们对道教的形成、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人物和他们背后的故事。道教的起源得从老子说起。老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哲学家，他写的《道德经》是道教的核心经典。《道德经》里讲了好多深奥的道理，比如道法自然，无为而治，天人合一。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有一个根本的规律，叫道，只要顺应这个规律，就能达到和谐的状态。这些思想后来成了道教的基础。不过老子那时候还没道教这个概念，他主要是讲哲学。真正把老子的思想发展成宗教，还得说到东汉末年。东汉末年社会乱得很，老百姓日子不好过，就希望能找到个精神寄托。这时候张道陵出现了。张道陵是四川人，他以老子为教祖，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，还写了一本《老子详尔著》，把老子的哲学思想改成了宗教信仰。他创立了五斗米道，信徒们交五斗米就可以入教，所以叫这个名字。五斗米道的信徒们相信，通过修炼和祈福可以治病、消灾，甚至成仙。这种思想特别受老百姓欢迎，所以五斗米道很快就发展起来了。张道陵还建立了道教的组织体系，规范了道士的行为，让道教有了初步的规模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道教发展得更快了。这个时期出现了好多厉害的高僧和方士，他们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葛洪是东晋时期的道士，他特别擅长炼丹，他写了《抱朴子》这本书，详细介绍了各种修炼成仙的方法。葛洪认为，通过炼丹、服食草药，人可以长生不老，甚至成仙。他的这些思想特别符合老百姓的心理，所以传播的特别广。陆修静是南朝的道士，他对道教进行了改革，他编制了3洞经书目录，把道教的经典整理得清清楚楚，还建立了道教的礼仪制度，规范了道士的行为。这些改革让道教变得更加系统化、组织化。寇谦之是北朝的道士，他也对道教进行了改革，他制定了道教的戒律，规范了道士的修行，还建立了道教的神学体系，把道教的神仙谱系搞得清清楚楚。这些改革让道教在北方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隋唐时期，道教发展到了鼎盛阶段。唐朝的皇族特别尊崇道教，因为唐朝皇族自称是老子的后裔，所以对道教特别支持。这个时期出现了好多厉害的高道，